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东极岛5人演技可写进教科书，最令我佩服的还是吴磊。管虎的东极岛已经上映5天了，截止目前的票房已经来到了2.27亿。按照此时凶猛的进展，后续也能追到南京照相馆的将近30亿的票房了。也有可能东极岛和南京照相馆的票房能追到200亿多票房的哪吒。虽然许多观众表示管虎拍摄的电影把外国人美化的太厉害了，也有的表示故事情节不够严谨，有些拉胯。但是抛开剧情设定不说，电影中演员们的演技是真的不赖，没有愧对观众的捧爱，也没有消费历史2字，而是用真情实感在演戏。倪妮饰演了阿花，该作品也算是她出演电影这么多年，妆容素的不能再素了的状态，偶像包袱早就扔走了。她黑不溜秋且泛黄的肤色，真的让大家大吃一惊。对比割裂的肤色，真的看不到风花雪月、性感诱人的倪妮了，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外在的形象对位了，作为领导者女儿顾全大局的演技也来了。当阿碧独自去救英国人时，重感情的阿花也来了，就看倪妮五官膨胀，像是黑罩的演技，看到了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信念和行动力。再看眉头都在用力的姿势，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很大的力量。缺点的是，管虎为了呈现出倪妮的韵味和美，并没有把碍事的头发给绑上去，就像阿花送别父亲吴老大下葬，被日本人用枪戏耍的桥段。倪妮涨红的脸，抱起的青筋，都说明阿花的心充满了愤怒，但她的大白牙突兀了。陈明昊饰演了陈先生，是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虽然他本身的个头和身材都属于5大3粗的形象，但他的演技很儒雅和然，犹如电影中陈先生所写的精忠报国4个字，也是陈明昊本人写的。字体看似有些潦草，但每一个笔画都充满了爱国的信念和陈先生心中的理想。当村民一一惨死在他面前时，无能为力的陈先生只能通过喝酒的行为来释放心中的悲伤和泪水。到这，你们是不是以为陈先生是一名懦弱的文人？那就想错了。在众人诧异时，陈先生拿出了他偷偷藏的枪，在额头间擦了一抹红色朱砂的标记后，就冲了出去。陈明昊的演技虽然看着很疯，但是在当时的年代，教书人的做派就是如此的。虽然没有杀死一个人，也害怕的逃走了，但符合了东极岛镜头下的中国人从隐忍善良再到无所畏惧的内心变化。第一次他害怕了，第2次就撅起来了，脖子上的青筋，满是血的嘴，海吐刺清晰说明了一切。在熊熊烈火燃烧身体时，不能跪，跪了就起不来了。撕心裂肺但悦耳、震撼和然的演技循环在了大家的脑海中。杨浩宇饰演了李元星，算是戏份一般的配角，是一枚刚开始一直在隐忍讨好，后期被陈先生渲染起要抵抗的翻译官。看似他在讨好日本人，但颤抖的嗓门和不敢大喘气的姿态，能看出李元星的心中也害怕，在强忍。先是经历了陈先生活活在他面前烧死的惨状，在看到吴老大的尸体被日本人戏耍后，他心中的愤怒爆发了出来。在脸上都是血水的情况下，他的眼睛全程没有闭起来，而是坚定不移拼死一搏的信念呈现了出来。虽然最终惨死在了给吴老大伸冤的路上，下线的突兀了些，但是跟朱一龙同样是影帝的他，收放自如的演技，留给了观众20多年的小配角发光发亮了。朱一龙饰演了阿碧，
就看前妻朱一龙的脸上充满了洋溢和满意的笑容，就知道弟弟虽然不听话，但还在眼前，满足。当弟弟阿当被日本人枪杀，他复仇成功过后，状态又变了，扑朔迷离的眼神，失魂落魄的身影，就知道仇是报了。但是叛逆的弟弟也回不来了，有种心中的苦无人诉说的状态。不夸张地说，后半节电影朱一龙的台词几乎不多，全程都是用眼神来交流和演绎，处处没煽情，处处让观众心疼。就像作为主角的阿碧，他的戏份大部分都在海水中，全程能看到朱一龙像鱼一样的轻松，但都没有看到他拍摄镜头外的功夫，不是在锻炼，就是在去往水中锻炼的路上。吴磊相对比戏份都是厮杀远景的朱一龙来说，饰演弟弟阿当的吴磊，他的戏份大部分都是近景，近景下更考验演员共情的演技，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在阿当发现船舱关了许多英国人后，他求哥哥救人的桥段，在脸黑的看不清五官的情况下，他眼神内的祈求、期盼，直观地呈现了出来。还有阿当找到日本人，想要报仇时，吴磊除了眼神充满了坚定和愤怒，他脸颊上的肉都在微微颤抖中。难怪张艺谋曾经说，演员演得好，连弹跳的皮下组织都是投入。即使身上连续挨了好几个枪子，但作为少年的阿当，还是在最后一口气来临时，把日本人给杀死了。并不是想说阿当的角色有多耐打，而是他秉承着同归于尽的强大信念，坚持到了最后。再者，被日本人欺压了许久的阿当，他的情感已经被吴磊给共鸣了。在拍摄此场景时，算是他比较最开心的一场戏份了。就像刚开始害羞没有衣服穿，后期发现连裤子都没有时，经过内心的克服和坚持后，开朗了许多。在阿碧教训阿当的镜头中，除了能听到吴磊的身体结实地刷到了船板上，他的遮挡住重要的屁股也反面暴露了出来。也不是说朱一龙的演技不好，毕竟他是男主角，而是在细腻感情下的对比，吴磊的状态跟投入更有渲染力。东极岛的口碑虽然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好有不好，犹如爱情戏份加的突兀和开放了，还有倪大红也出演了，但他给观众的状态像一个透明人，可有可无。不能说倪大红没演技，就是在他们的面前显得没有那么厉害。不过日本人脱帽子就是杀人，渔民摘帽子就是救人的细节，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再者，你们看了东极岛了吗？以上5位演员的演技是否可以写进教科书？